Hello， 大家好，宠粉梨泰又来了。娱乐圈有很多明星都被身高限制了发展，鹿晗每次合照都是身高不够垫脚来凑，就连火爆的 TFBOYS 也曾因为身高而引来了许多议论。在他们为身高不够而烦恼的时候，有人却因为太高而接不到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凭借《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的傲娇学霸江晨，圈粉无数的长腿男神胡一天，永远是人群中最靓的仔。光看身高188，但一太目测他最少有190。和沈月搭戏那会儿，他们俩的身高差几乎达到了30厘米加，沈月甚至还被质疑身高只有1.5米，替子哈不得不晒出身高测量图，为自己证明160身高。后来胡一天又接拍了《我的时代你的时代》，这也是一部标准的小甜剧。胡一天饰演的男主高大帅气，林一桐饰演的女主甜美可爱。可剧中两人天造地设般登对的甜蜜爱情场面，其实是靠20厘米的苹果箱铺起来的。因为身高1.88米的胡一天比身高1.65米的李一桐足足高了20-30公分，两人对戏时如果不借助道具，那这个最萌身高差绝对会令我们出戏。不是会令主演之一出镜。同样有身高困扰的还有于晓彤，没错，就是新版《红楼梦》中的少年宝玉。眼看着当年《红楼梦》剧组的演员们杨洋、李沁一个个火了起来，当时最有灵气的于晓彤却鲜有好作品问世，反而常在综艺节目中看到她的身影。于晓彤早就在快本中透露过，因为自己身高的原因很难接到合适的戏。身高190的她在电视画面中会有违和感，与女明星同框相差太大，搭起戏来就更困难了。不过在综艺节目中，于晓彤却发挥自己的最萌身高差的功能，变得萌点十足。吴昕在她旁边秒变小矮人，牵着薛之谦好像牵了3个小朋友，与宋小宝、沈腾搭档都笑点十足。但演员毕竟还是要看作品，一直没有出彩影视作品的于晓彤多少还是令人惋惜的。荣梓杉也是一个小巨人，每次报身高他都非常严谨，力求不多报1厘米。之前看影片的角落，他看着还是个小男孩，转头蹿个子就变成180的大高个了，站在哪儿都鹤立鸡群。而荣梓杉的长个还没有结束，在拍新剧的时候测量身高他就已经长到183了。要知道现在的荣梓杉才15岁而已，15岁的身高就有183，说明他长个子还没有完全结束。虽然说长高个是好事儿，但是在娱乐圈太高了其实也不好，长得太高不好接戏，而且受限过多。就像于晓彤实打实的190加大高个，你看如今拍戏多么艰难。所以在别人想努力把身高报高的时候，弟弟已经在为自己长高默默发愁了。凭借长歌行成功转型的顶流也是188队伍的一员。单独看宁哥，妥妥的长腿男神，和美女同框马上变身巨人。一太印象最深的还是长歌行，每次刘宇宁和赵露思同框的时候 CP 感都爆棚。不过剧里有多唯美，剧外就有多辛苦。整个剧组为了能够让赵露思和刘宇宁同框，在搭戏的时候总是会选择一些有台阶的场景。比如说有一出戏是赵露思给刘宇宁一个巴掌，当时的花絮中可以看到赵露思对戏时就有提到自己必须站在台阶上，否则伸手够不到刘宇宁。肉丝你要不要这么可爱呀？和迪丽热巴合作过很多部戏的高伟光也是个大高个，三生三世枕上书杀青那会儿发了一张大合照，光看身高191的东华帝君站在人群中着实是显眼啊。迪丽热巴在女生中本就不算矮了，两人站在一起却还是出现了最萌身高差。花絮里高伟光和迪丽热巴两人同打一把太阳伞，结果全程都是迪丽热巴拿着伞，站在一旁的高伟光更像一个小鸟依人的女孩。迪丽热巴随后开玩笑似的提醒他是啊，来大家。没想到高伟光立刻就反应过来，马上从迪丽热巴手中拿过太阳伞，还用自己的身体给迪丽热巴遮住所有的阳光，完美的展现了一把什么叫做绅士风度，仅用1秒钟就完成了转变。而在下半场剧情里，两人转换片场，开始拍摄更加高甜的剧情。只见白凤九穿梭在人群当中，四处张望着，寻找着东华帝君。两人好像是在人群中走散了。随后出现了无比浪漫的场景，东华帝君趁着所有人不注意，突然出现在镜头中，从背后一把搂住白凤九。这样充满男友力的出场方式，就连迪丽热巴自己都被这样的撩妹方式给逗笑了，直言好你们后面的行没有你先动我呀，将近20公分的高度，高大的帝君从身后搂住白凤九的时候，白凤九完全变成了小女生，这个场面实在是太戳少女心了。讲真，拍戏那会儿，导演们要是不讲究拍摄技巧，我们都 get 不到他们这对完美 CP 吧。
长相帅气的董力，他和帝君一样有着191的优越身高。他最擅长的运动就是击剑，而且他还会吹萨克斯，完全就是集颜值和才华于一身的完美男生。在参加《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和阿拉蕾的父女情感动了不少人。即使节目结束，他们依然保持联系。今年的父亲节，他们还来了一次联动，阿拉蕾还让董力举高高，甚至骑到了他的脖子上，再现了《爸爸去哪儿》的经典场面。两人虽然很久没有见面，但没有任何的陌生感觉。除了综艺，他也得到影视圈的青睐。2018年参演《爱情的开关》之后，还客串了《烈火军校》。今年5月，他还参与了《我将青春献给你》、理想照耀中国、百炼成钢特别节目，始终没有大火。他没有延续《爸爸去哪儿》的热度，不仅是因为身高，更多的还是因为没有打造好发展的路线。接下来这位身高绝对是圈里的 top 级别，他就是男神高以翔。195的身高让他在众多男星中独树一帜，这个身高放在男模圈绝对是大杀四方的水平，但到了影视圈反而成为了他的劣势。要找到身高与之对称的女明星搭戏真的太难了，连173的志玲姐姐都很难 hold 住啊。不过他在《遇见王沥川》里这部剧里的表现还是很棒的，剧中他与焦俊艳饰演的小秋简直就是最萌身高的代表，好几次小秋强吻高以翔都够不到，这可能才是最萌身高差的致命伤吧。不仅男演员，女演员也存在身高困扰，很多女明星在报资料的时候将自己的身高多报一点，但是对于关晓彤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她在上节目的时候最害怕听到的评论有2句，一个是所有人都害怕的你长胖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独有的烦恼，你长高了。某次上综艺，周一围看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觉得你长高了，吓得关晓彤马上说一句没有，穿个高跟鞋啊，穿高跟鞋有点跟儿。可以看出他不要长高的愿望很强烈了。都说娱乐圈女明星最适合的身高是165到168厘米，在这个区间的女明星不管跟多高的男演员搭戏，一般都不太会违和。关晓彤目前的官方身高应该是173厘米，看她平时的各种照片，这身高绝对不掺水分，因为她跟各路男明星站在一起真的完全 hold 住了，特别是那些身高不出众或者虚报身高的明星，关晓彤简直就是照妖镜。和178厘米的张艺兴一起演戏，两人的画风是这样的，同样是178厘米的鹿晗、张艺兴和关晓彤站在一起，这画面实在太美好。站在男星旁边，关晓彤堪称人高马大，最萌身高差这种事儿对她而言真的不存在哎。最明显的还是在甜蜜暴击剧里的小甜蜜，咱们就不说了，直接看路透吧。关晓彤看上去要比鹿晗高出一大截，请注意哦，她并没有穿高跟鞋，穿的是连底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平底鞋了。为了和鹿晗搭戏，关晓彤其实已经努力了，但是鹿晗官方身高是178厘米，而关晓彤是173厘米。傻狍子明明是高于关晓彤的，这肯定是拍摄角度的问题。两人站在一起，关晓彤就是大姐姐即视感，鹿晗弱小如乖巧的小萌体，这种反差好像也蛮和谐的。比起关晓彤，倪景阳的身高更夸张，足足有1.82米，这身高以太真心是服气的，到底是吃了啥能长这么高？眼尖的网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倪景阳其实就是18岁的天空里的培培老师。当他站在搭档宝剑锋身边的时候，好像比宝剑锋还要高，小鸟依人什么的根本不存在啊。不对，这话好像说早了，看他和潘长江同框是不是有那味儿了？讲真，这样身高的女演员真的不多见。之前刘德华和倪景阳对戏也是很有压力，因为很少有女演员这么高。说句实在话，导演们在选角时是一定会参考演员身高的，因为要考虑演员搭配的舒适度，整个画面的协调度。因此演员太矮不行，太高也不行，所以娱乐圈普遍美化身高，矮的报高，高的报低，就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不然影响接戏就是影响吃饭了。话又说回来，有人为了上显示的180厘米的身高都非常完美，只是随着他的剧播出的越多，他的真实面目也暴露的越多。当初与迪丽热巴拍吻戏时，180厘米的他需要踩着20厘米的苹果箱，才能与168厘米的女方制造身高差。与173厘米的成龙站在一起时，两人的身高也没有明显的差距。当然，被审判最严重的还是我的人间烟火。在一场睡觉的戏中，身高184厘米的王彦霖躺在床上，腿根本就伸不直，而只差了4厘米的杨洋不仅睡得挺直，而且脚距离床还有些空隙。作为全员180厘米以上的男团剧，可大家真同框时却站成了信号格。在宣传时，站在女主身旁的杨洋更是看不出来两人相差了8厘米。反观站在右边的3位配角，倒是身高差的不是那么明显。虽然维持了多年180厘米型男的人设，但是纵观他的同框图，似乎很少取得优势。而对于自己的身高问题，杨洋也从来都是闭口不谈。
看着脚上越来越高的鞋底，或许真就像网友说的那样，172厘米才是最真实的。2. 罗云熙。自从凭借香蜜爆红后，罗云熙不仅事业步步高升，甚至还有了古装第一美男的称号。剧中的他向来是风流倜傥、仙气满满，可是抛开影视剧的滤镜，不在古装里面的是他瘦小的身材。据官方资料显示，他的身高是177厘米，虽然没有达到180厘米，但是已经远超平均了身高。然而从各方的路透来看，似乎这个身高也掺了水分。拍摄香蜜时，与他对戏的女演员身高有170厘米，虽然两人上面看起来有了身高差，但是目光下移是脚踏10厘米的厚底鞋。这些年，无论是拍剧还是走红毯，罗云熙身上最大的单品几乎都是厚底鞋，哪怕是与身高168厘米的宋茜搭档，她也是脚踩高跟，这才与女方有些许的距离。除了身高被人热议外，她越来越消瘦的身材也让大众担心不已。众所周知，古装向来是里3层外3层，想要穿得好看，就必须有消瘦的身材。可她的身材，即便穿上古装，也能感受到消瘦，更何况现实生活中了。3. 任嘉伦。自古古装见真伪，靠着古装剧一炮而红的任嘉伦，这张脸自然是帅的没话说。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他的脸就是为古装而生的。虽然古装造型下的他风度翩翩，但是回归到生活中，他就显得有些5-5分了。要知道，他的官方身高是178厘米，这样的身高虽然在明星中不显个，但是放在普通人中，那也是仰头的存在。然而，在与身高1.6米几的女演员同框时，你就会发现他几乎与她们持平。不仅如此，在与杨颖拍戏时，身穿厚底鞋的她，在视觉上也没占多大的优势。如此明显的差别，也让人难免怀疑，是不是掺了太多的水分。4. 谭健次。外形、业务能力都不错的谭健次，如果非要挑点毛病的话，就是在时下人均180+的鲜肉圈，他1.7米出头的个子有点拖后腿了，但他并不以个子低为耻，也开得起玩笑。在中餐厅里，姚安娜被宁静问到身高时报了175厘米，宁静说：“你别骗人了，你1.78米，你看上去老高了。”谭健次听完也连忙接梗，说：“你绝对1.8米。”周也趁机问谭自健多高，谭自健一本正经地说自己179厘米，说完还站起来跟姚安娜比了一下，两人站一块，姚安娜高一丢丢。比完，谭健次说：“你以后不要谎报身高了，你看你1.8米。”谭健次还说出了他的至理名言，浓缩就是精华。男人的自信不来源于身高，虽然身高是他的短板，但他并不遮遮掩掩。前段时间上你好星期六时，跟他一起跳舞的赵小棠在舞台上出现失误，掉了一只鞋子。他见状，借着音乐在做踢脚动作的时候，故意把自己的一双鞋子也踢掉了，以此来替赵小棠解围，成功的平息了台下的哄笑声。认真的完成了舞蹈动作后，他去捡回了自己的鞋子，可是鞋子里面的内增高垫也被他摔出来了。他拾起垫子塞进鞋子的动作，被观众席上的主持人们和同伴赵小棠无情嘲笑。但那一刻，他在观众心里是有2.8米的。5. 张艺兴。作为男团出身的人，相比较其他3位，如今的张艺兴已经开始全版发展，无论是综艺还是演戏，又或者唱跳，每一个领域都做到了行内的顶尖。虽然实力不容小觑，但是他的身高却成了很多人的槽点。众所周知，他的官方身高是176厘米，虽然数字填写的比较具体，但是多数同框图的流出也让人不禁怀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与身高172厘米的关晓彤站在一起，两人看起来不分伯仲，与171厘米的金晨同框，更是看不出来距离。虽然他的团队很多次否认了身高造假，但是早在综艺中他就被揭露过真实身高其实是171厘米。对于机器的测量，还被称为小绵羊的他，就用缩水给糊弄过去了。6. 黄晓明。早年他对外报身高一直是报的180厘米，但2014年黄海波因为某事件被抓，一张他在相关部门量身高的图片在网上流传。从图片上来看，黄海波真实身高也就1.7米多一点。自此黄晓明的身高质疑声此起彼伏，因为两人合作过上海滩，在剧中两人并肩同行，看起来身高不分上下。从此以后，关于黄晓明汉马宝靴增高鞋的探讨和关于他身高的技术分析帖遍布整个网络。比如已知新加坡女艺人郭菲丽的身高是169厘米左右，苏有朋跟郭菲丽合作过《倚天屠龙记》，郭菲丽歪着头比苏有朋矮一点点，那么苏有朋的身高大概在170至172厘米之间。早年黄晓明与苏有朋一起走过红毯，黄晓明站得不太正，两人看起来身高悬殊不大，这么一扒，想必黄晓明的身高怎么也到不了1.8米。后来网友们的探索欲望愈演愈烈，甚至得出了他身高不足170厘米的结论。对此，黄晓明不惜在快本上脱鞋，并与182.5的杜海涛站在一起对比，证明自己的身高有1.8米。2016年，在我们的挑战上，他躺着量的是176，他死活说有177，跟一群嘉宾为那1厘米争得脸红脖子粗。再后来，他也不执着于报180厘米了，在采访中，他说自己只有179厘米，多1厘米都不敢报了，
害怕被大家嘲笑。7. 周震南。周震南参加《明日之子》和《创造营》火了之后，有人发现他的年龄涉嫌造假，之前是1999年，后来改成了2000年，虽然只改小了1年，却是从90后直接跳到了00后。不仅如此，他以前的资料上身高栏上还赫然写着183厘米，结果参加超新星全运会时被要求现场测量身高，机器读出169厘米的时候，大型社死现场，他连忙说这机器是假的。我去年还有171厘米，不可能就缩水了。但不管是169还是171，往183上报，也着实有些过分了。量完之后，他说这百科得重新改一下了，但到现在的百科依然写着173厘米，2厘米是最后的倔强了。更有意思的是，在另一个采访中，他对于大家说他169厘米的身高依旧不服气，他拿了一个矿泉水瓶子，说瓶子的长度大概是20厘米，然后他拿着瓶子从脚底开始往上滚，试图来证明自己有170加或者180加。可是滚到下巴处才140，笑容逐渐凝固，尴尬的一幕上演了。最后一瓶子滚到了头顶，撑死了1.6米多。8. 张大大。在观众心中是人人喊打的万人嫌的张大大，在娱乐圈里可是出了名的人缘好，跟杨颖、杨幂等一线女星都是好友。而他在身高方面也是水分够够的，早期他的百科一直写的身高175厘米，可他跟官方身高168厘米的杨颖站在一起，那7厘米好像不翼而飞了。后来跟范丞丞一起做节目时，他又说自己是175厘米，耿直的范丞丞当即打脸。一般官方身高写1.75米的，一般就是1.7米，写1.7米的，一般都是1.65米。他倒也不生气，还追问范丞丞一般报多少。范丞丞一本正经地说，我都报2米。后来在另一档节目中，他同样自称175。主持人开玩笑似的问台下的粉丝要怎么给某度给钱才能改假资料。张大大指着自己台下的粉丝告诉主持人，有一种服务叫粉丝维护，他们会维护艺人的身高、体重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圈里的男明星开始在身高上卷，个个都往高了报，虚报5厘米打底，没有上限，1.7米不到都敢报183，简直可谓没有最猛，只有更猛。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靠外形吃饭的，大可不必谎报身高。其实演员谎报身高，除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外，更重要的是方便拍戏。很多剧组都会要求男女演员在一定的界限内，因为如果差距太大，不仅会影响画面的和谐，而且还不方便拍摄。这也导致圈里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太高的往低处报，太低的往高处报，看似相差不大的数字，一旦同框就暴露了真章。